但凡经历过装修的人，应该没有几个会说自己是从头笑到尾的吧？没有踩过坑的，反正我是没听说过。有人踩坑是被装修公司忽悠，有人踩坑是被施工师傅忽悠，有人踩坑是被材料商忽悠，也有人踩坑是因为自己脑子一热。总之，装修的坑是避不完的。下面是总结了一些网友家里装修时踩的坑，看着让人哭笑不得。装修嘛，哪有不疯的？请欣赏我家的坑。一、入户门口挖了一个坑，家里做设计的时候，设计师提出可以做一个下沉式玄关，说可以让进出门增加仪式感，而且也室内大面积是木地板，玄关用地砖也好打理。我听了，我信了，现在我后悔了。我家是中间户型，是没有独立玄关空间的，入户门就在客餐厅中间，为了一个下沉式玄关，强行给入户门口的地面上挖出来一个坑，真的超级难看。难看也就算了，关键它边边角角的缝隙里还容易积灰，不好打扫，扫地机还老是掉下去，真是个奇葩的设计啊。二、石膏线碰上空调风口。我家装修从一开始就确定的美式风格，那石膏线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装饰。终于石膏线贴好了，到现场一看，我傻眼了，这石膏线和空调风口是打架了吗？装空调和开风口的时候都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期石膏线的宽度，导致石膏线要盖住风口了。师傅说他很小心的把石膏线裁成了刚刚好的尺寸，这个效果我还要表扬他吗？真的丑到爆啊！三、嵌入式冰箱打不开门。家里定制柜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冰箱要做完全嵌入式的，最好一点点突出都不要有。为此特意提前确定了冰箱的款式尺寸，给了全屋定制商家。冰箱送来后也确实和柜子很贴合，严丝合缝的很好看，但是想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就尴尬了，根本不能完全打开，冰箱里面的抽屉更是拉不出来。要想正常用冰箱就必须把冰箱拉出来，让冰箱门突出柜子才行，真是笑死人了，这还算哪门子嵌入式啊？四、打不开的抽屉，花了10几万做的全屋定制，从量尺到柜子细节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就怕翻车踩坑，也和商家交代一定要安排个有经验的设计师，结果该来的还是没逃掉，还是踩坑了。玄关鞋柜的抽屉和门把手撞上了，这个抽屉就只能开一半，不能完全打开，相当于废了。卧室柜子的抽屉和门套撞上了，也是没法完全打开使用，真是尴尬了。全屋定制的老板还说可以免费帮我换一块抽屉面板，尺寸小一点就可以了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，笑死人！我花那么多钱还要被迫接受这种瑕疵，不可能的，必须给我重做。五、柜子和墙的距离，我家柜子和墙之间真的没有一点感情，看看这两者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叫缝隙了，这能塞下半个手了。安装柜子的师傅说是因为墙面不平整，没有做冲金找平，所以才导致柜子和墙面不贴合。装修公司说做冲金找平的代价太高，柜子来量尺寸的时候要是能提出来墙体不平整，当时还可以让油漆工处理，是做柜子的没有提前说，所以责任不在装修公司。各自有各自的说法，听上去好像又都合理，那这个责任难道在我吗？争来争去，最后他们商量说后面让油漆工来用腻子把缝填平再打胶，也不会太丑的，好无奈啊，又是一坑。六、带波浪的墙面，我家装修比较简单，墙面基本全都是乳胶漆，原本以为刷漆对于油漆工来说是完全没有难度的，刚刷好的时候看着也没毛病，但是射灯安装好，开灯的那一刻我傻了，这波浪形的墙面是什么鬼？拍了照片发给油漆工，居然说灯光下都是会有点波浪的，很正常，说他们干活时用锆尺检查过了，平整度没问题，真是笑死人。油漆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真是当我傻，幸好尾款还没有给，等着他来给我重新修整。七、来自熟人装修的特殊照顾，听我一句劝，装修千万不要找熟人，除非是你亲爹妈、亲兄弟，能真心实意为你着想的人，否则你会和我一样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我家是找的楼下邻居，10几年的老邻居啊，平常关系处得很好，结果给我装修的乱七八糟，别人水电开槽都是横平竖直，看着很美观，我家电线横七竖八，到处都是，墙面还有横槽，熟人说这样更省电线，说好的全屋通铺地砖，结果自作主张的用地砖切成门槛时，说是为了给我省砖省钱，新房还没有入住，墙面顶面乳胶漆已经开裂了10几处，熟人说是正常的，补就好了，结果有色漆补的色差，笑死人。八、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嵌入式踢脚线，我家装修时跟风做了嵌入式踢脚线，网上都说它不积灰好打理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入住后每次看到这个踢脚线就想抽当时的自己。嵌入式踢脚线和墙面是平齐的，导致乳胶漆和踢脚线接口处很难看，没法收口，可能是墙体不太直吧，踢脚线也是歪歪扭扭的，仔细看很难看。为了做这个嵌入式踢脚线，还提前墙面开槽定制踢脚线，没少花钱，结果就这样，真是失望。9、若隐若现的卫生间采光不是很好，
所以就选了长虹玻璃门，想着可以透点光。装好以后，从外面看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是当卫生间内有人的时候，这扇门就形同虚设，里面人的一举一动都能看清，真是太透了。庆幸的是，这个门装在了主位，钥匙放在过道里的工位，不敢想象里面上厕所的人该是多么的尴尬。总之，装修真的太折磨人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花钱也就罢了，关键是钱花了，精力花了，时间花了，得到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，一次又一次的踩坑，真是让人崩溃。新家装修完，入住半年后总结的8个装修苦果，都是花钱买的教训。一，当初因为买的房子是低楼层，所以装了又厚又结实的金刚网纱窗，入住后才发现，这种金刚网不仅挡风又挡光，而且对视觉也有遮挡。但是唯独挡不住小飞虫，因为它的网眼有点大，一到夏天真的是苦不堪言，真心不如装不锈钢高透纱窗实用，通风性好，还能挡住小虫子。虽然厚度不及金刚网，但没人会指望着用纱窗去隔音隔热吧。二，悬空电视柜确实好看，显高级，但不是每个电视背景墙都能做悬空电视柜，我家的就翻车了。由于墙体不实，导致握钉力不足，打孔后柜子会有缝隙，以后放东西会越来越下坠。现在柜子已经开始脱离墙面了，很后悔当初不如直接做落地的。所以非承重墙的真心不建议做悬空电视柜，如果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在抽屉里装上支架，上下再打上膨胀螺丝固定。三，当初花大价钱做的玻璃门加开放柜的酒柜设计，那叫一个高端大气，颜值满满。等入住后才发现，好看归好看，但清洁卫生时真的头疼。开放柜全是积灰，玻璃柜门全是手印，要么只能忍着，要么就是一天到晚的擦。所以如果你家没有专职的保姆，柜子开放格、玻璃门酒柜、衣柜设计真的要慎入。四，我家卫生间的地漏，花了高价买的长条形地漏，而且特别交代瓦工师傅做的嵌入瓷砖的那种，刚装修完的效果感觉好漂亮，好高级。等入住后才发现，这种长形地漏是典型的中看不中用。首先，盖板又长又沉，打开就很麻烦。其次，海水和普通地漏没啥区别，都是一样的下水口。另外，特别容易把脏东西和头发卡在里边。五，当初嫌弃双饰面门板不好看，所以特意花高价把橱柜换成手感特别好的肤感膜柜门，衣柜换成特别高级的高光 PET 柜门。等入住后才发现自己真是个大冤种，因为肤感膜柜门的油渍和水渍根本擦不干净，高光的柜门擦2下上面都是划痕。现在特后悔没有选装饰面柜门，虽然没有肤感和 PET 柜门高级，但易清洁好打理，价格还便宜。六，再来说说我家的纳米涂层水槽、岩板一体盆和黑色龙头这几个大冤种系列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颜值高，尤其是配合极简风格装修，那叫一个好看。但等入住后才发现，清洁卫生的难度系数太高，永远别想擦干净。水槽和龙头上面全是一层层的水垢，岩板一体盆全是卫生死角。奉劝那些想真正过日子的，水槽和龙头就用304不锈钢的，台盆就用陶瓷一体盆。七，我家的插座也踩了2个深坑，当初担心卧室床头插座不够用，特意装了2组5孔插座。等入住后才发现，3孔的一边永远用不上，还有厨房插座，特意换成了轨道式插座，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特别鸡肋，因为插少了不够用，插多了又不能来回滑动，而且和装了个大插板没啥区别。现在才知道，卧室床头更适合4孔插座，厨房最实用的还是5孔插座。八，最后提醒大家，家里的客厅不大的话，千万别跟风买那种大的异形沙发，什么豆腐块、大斜边、大白熊款式的，颜值高是没错，但一个比一个占地儿。我家就是个例子，买之前那叫一个喜欢，等摆到家里的那一刻就后悔了，因为既体现不出沙发自身的美感，又会显得空间特别狭小。现在看来，小户型的首选还得是直排沙发搭配小茶几。新房装修，听我一句劝，这7个东西是买大不买小。一，电视，在我看来，买电视预算范围内越大越好。背景墙可以不做，一款大屏电视挂在墙上，照样显气派。就算很少看电视节目，但偶尔看个电影，大屏幕的那种沉浸感也是小屏幕电视无法达到的。再者说，现在的大屏电视也不贵，75寸的才3000多。喜欢玩游戏的年轻人，拥有超大的游戏显示屏，游戏体验绝佳。二，冰箱，买冰箱容量是越大越好，别去相信网上那些教你按需选购的，
实际体验过，发现根本没法满足。我家平时就2口人，用的是一台不足300升的冰箱。前段时间赶上小区封闭管理，家里囤的食材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还是觉得不安心，恨不得解封后就立马再去购置一台冰柜。3. 水槽，厨房的洗菜盆尺寸越大越好用。不管你是想买单槽还是双槽，原则上是一定要放下大锅具，不然每次用完清洗的时候都非常不方便，不是溅自己一身水，就是整的台面上全是水，真心遭罪。以我的生活经验来看，最适合的还是大单槽，双槽设计总有一边闲置，很鸡肋。4. 洗碗机，洗碗机的容量买大不买小，小容量的洗碗机虽然价格上有优势，但是平时只能洗一些普通的餐具，大一点锅具还得自己手洗，买了还不如不买。所以买洗碗机越大越好，套数越大越好用，毕竟一次能洗下锅碗瓢盆的洗碗机，才能让你真正解放双手。所以能买13套的就别买10套的，不然将来肯定会后悔。5. 烘干机，要买就买独立式的干衣机，千万别买洗烘一体机。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容量只有洗衣容量的2/3，这也就导致很难烘干大件，而且烘干时间长，干衣效果差。不如一步到位买个独立式的烘干机，公斤数越大越好，毕竟滚筒越大，一次性能烘的衣物越多，而且烘干的时间越短，衣物越蓬松，不容易皱。6. 空调，买空调的匹数越大，制冷效果就越好，使用起来也会更加舒适。比如客厅根据面积可以选择2匹至3匹的，卧室面积20平米以下的建议选1.5匹或大1匹，大于25平米的至少2匹起步。日常如果使用频率高，买变频不买定频，噪音小也更加省电。7. 吸尘器，吸尘器的功率越好，吸力越大，清洁效果也就越好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无线吸尘器的清洁能力比不上有线的。另外，无线吸尘器的续航能力一般来说也比较拉胯，因此如果你家面积大或是有洁癖，建议你还是选择吸力更大的有线吸尘器。而且最大的优势在于，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工作，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能省则省，这9样东西真不值得花大价钱。1. 指纹锁，如果你知道指纹锁的出厂价，你一定不会买那种特别贵的。实际上2-3千一把的指纹锁和1000多的相比，无非是多了几个不常用的功能而已，成本价可能只差几十块。你买它无非是为了进出门更方便，选了1800元的基础款完全够用。2. 瓷砖，别去相信什么大品牌广东砖工艺好质量好，其实就是为了卖高价给你。现在的瓷砖质量都差不多，铺到家里你也分辨不出来，就去陶瓷批发城买，管它什么产地，只要重量达标，釉面耐磨，吸水率低就足够了。4-51片的铺到家里10-20年也踩不坏。3. 卫生间浴瓶，你要去大品牌卫浴那买，极窄型材，超白钢化，稍微看上眼的就敢要你2-3千一瓶。其实淋浴隔断无非就是玻璃、5金加型材，工艺并不复杂，你找个本地加工厂，花个1000多就能买到质量非常好的极简浴瓶了，省下的钱升级个品牌浴霸不香吗？4. 净水器，这东西真没啥技术含量，品牌之间的功能差异也是微乎其微，所以千万不要花大价钱去购买。就拿 RO 反渗透除下净水机来说，只要用的是相同的滤芯，过滤出来的水质就没任何区别。那些所谓的高端净水机，动辄售价大几千，和国产1-2千的相比，只是换个进口品牌商标和高端外壳。5. 全屋定制，其实做柜子核心就是板材和5金，你去品牌定制那买，板材不是它生产的，5金也是外购的，卖你的就是设计和套餐。说实话，整体的设计水平还偏低，真不如选个当地的小工厂来的实在，明细报价还没有套路，做完的效果和定制差不多，整体价格却省一半，差价就在广告营销上。6. 床垫，虽说关乎到睡眠质量，建议尽量选择好一点的，但实在让人想不通的是，那些进口大牌床垫动辄卖到几万元，到底用了什么值钱的材料？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去交那智商税。现在国产床垫一模一样的材料和工艺，其实3-4千元就搞定了。7. 装饰灯具，灯具的主要作用还是照明，装饰在其次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美观去买那些水晶吊灯、网红灯，贵还不实用。一方面卫生不好打理，3天不擦全是灰；另一方面还影响照明亮度，花大价钱
还给自己添堵，你图个啥？信我的，就选那种简约造型的吸顶灯，价格实惠，亮度也高。8. 窗帘，现在家装基本都是混纺涤纶材质，几十元1米就挺好，遮光度也够。像咱普通家庭，全屋加纱帘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。而且现在网购也方便，上门量尺，邮寄小样，送货安装，基本都是一条龙服务。所以千万不要再去实体店花好几万买一屋子的品牌窗帘了，妥妥的智商税。9. 大家电，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进口电器质量更好，现在基本都国产化了。一些所谓的进口电器，甚至就是用国内的生产线，只是贴个进口牌子而已。而且现在的技术更新换代特别快，你花大价钱买的智能功能，可能没用上1、2年就淘汰了。所以像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这类刚需家电，还是买基本款最实用。很多人第一次装修都会和我犯同样的错误，就是过于追求颜值和装饰效果，结果导致钱没少花，入住后结果是一塌糊涂。其实那些华而不实的颜值设计越多，后期居住的体验感反而越糟糕。因此小东奉劝各位，如果下次买房再装修，一定坚持这10步装细节，不但实用性强，也能减少家务时间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1. 不装玻璃门衣柜，尽管玻璃门档次高且颜值在线，但衣柜安装玻璃门不但造价高，而且玻璃门材质就是指纹和手印的收集器，特别不好擦。其次，玻璃门内部的衣物摆放还需要勤打理，不然就会显得特别乱。小东建议，家里不是高档的服装店，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，不如装普通平开门实用，里边衣物也可以随意摆放，日常打理卫生也方便。如果想追求颜值，柜门建议选择 PET 材质，照样有档次。2. 不装矮脚家具，第一次装修在选择沙发、茶几、床这类家具时，只关注了款式和颜色，结果入住了才发现，基本上都是矮脚款式，导致给自己平时打扫家务时徒增烦恼。沙发、床底下的卫生死角根本擦不到，每次都需要把家具挪来搬去的，超级麻烦。小东建议选家具建议要选高脚款式或者落地式，这样不仅方便日常打扫卫生，其次家里如果有扫地机器人，也方便他进出工作。3. 客厅不装深灰色地砖，这几年流行灰色地砖，不得不说深色地砖确实显档次，但是并不耐脏，表面但凡有个头发水渍等都很明显，对于强迫症的人来说，可能每天都得拖上几遍，而且家里采光不好，还会显得房间内很压抑。小东建议喜欢灰色砖的，家里采光好的建议选择哑光砖，采光差或者楼层低的可以选择柔光砖，不但低调更显档次，最大的优点是脏一点也看不出来。4. 不装岩板一体盆浴室柜，岩板一体盆质感出众，颜值在线，而且不会渗色，耐磨耐刮擦，优点特别多。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卫生死角多，边边角角处藏污纳垢，很难清洁。另外岩板材质太硬，所以台盆都是拼接粘接在一起的，长时间受潮还有裂开掉落的风险。小东建议喜欢岩板材质的可以选择台面用岩板、陶瓷台下盆或者陶瓷一体盆，不但耐用也好打理。另外如果是台下盆，最好让厂家做支撑加固，防止后期掉落。5. 不装地轨推拉门，厨房的地轨推拉门因为安装简单，造价低，所以是很多家庭的选择，但地面突出的轨道来回进出特别不方便，尤其是拿菜端汤时还要特别留神，担心被绊倒。而且地轨凹槽里长时间积满灰尘和污渍，根本没办法打扫。小东建议条件好的可以选择质量好的吊轨门，不但颜值高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，拖地清洁也顺心。或者选择经济实惠的极简铜条地轨门，安全稳固，造价也比吊轨低，关键是也方便日常清洁卫生。6. 不装地毯，地毯虽说美观好看，舒适性也好，但不管什么材质的地毯，不仅是家庭吸灰小能手，而且还是各种毛发、皮屑的聚集地，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一把好手，需要定期维护清洗，很麻烦。尤其是家里有孩子或者养宠物的，建议不要装。地毯不及时清洁，特别容易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家庭有小宝宝担心在地上玩耍，爬来跑去的着凉的，可以用爬爬垫代替地毯。这种硅胶材质有隔凉降噪的作用，而且十分轻薄，拆装清洗也方便，而且价格便宜，用坏了扔掉也不心疼。7. 不装复杂的电视墙，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不但会造成审美疲劳，还容易过时，尤其是那种岩板加木格栅的电视墙，不但费钱，而且木质格栅条一条条的勾缝，清洁起来非常费事，擦灰能擦到你怀疑人生。
小东建议家里有孩子正在成长期的，可以做一面墙的书柜，配上一张大的实木桌，学习娱乐均不误，还能营造良好的亲子空间。或者干脆刷一面大白墙，加一个简单的成品电视柜，用投影取代电视，学习观影两不误。8. 橱柜不装敷感膜，柜门喜欢敷感膜的一定要慎重，尤其是用在橱柜上就是灾难，见个水渍和油渍够你擦半天的，而且特别容易留下指纹，关了灯看特别明显，怎么擦都感觉脏，时间长了还可能肤感不在，只剩下膜了，非常丑。小东建议，不管家里是装在哪的柜门，建议就选平面高光板和双饰面门板，表面平整好打理，另外颜值高，价格还比肤感膜柜门便宜。9. 不装带灯罩的吊灯，带灯罩的还有开口向上的吊灯，一般就是造型好看，款式新颖，但颜值大于实用性。这类灯具统一的缺陷就是积灰尘又招小虫，时间一长，灯罩里全是小飞虫，平时换个灯泡还得给自己做心理工作。同理，还有水晶灯、分子灯。小东建议，家庭灯具与其装复杂造型的灯，不但不好打扫不说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，不如换成简洁的吸顶灯或线条灯，不但能满足日常照明需求，关键是还省钱。10. 不装木质踢脚线，传统的木质踢脚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一长就积满灰尘，给清洁卫生加重负担，而且木制品有一定的含水量，有湿胀干缩的特性，会造成接缝处和对角拼接位置离缝，十分影响美观。小东建议，踢脚线建议选择金属踢脚线，铝合金材质的踢脚线造型好看，厚度薄更精致，而且不积灰不离缝，美观度和装饰性也更高。说在最后，目前去家务化的装修方式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。想要真正实现入住后打扫家务省心省事，就要多注意前期的装修细节。另外，要想减少打扫卫生的次数，建议装个新风系统，特别是雾霾严重，甚至遇到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开不了窗的时候，一般经过新风的过滤，家里灰尘会少一半。多数人第一次装修缺少经验，在买装修材料时会过度担心质量问题，因此会无脑的去选择品牌，盲目的认为品牌就等于品质，但选择品牌就代表着你要接受它的品牌溢价，多花冤枉钱。其实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如果你还去追求品牌，那绝对是白白浪费钱去交智商税。本期小东聊家装给大家盘点一下装修中不需要看品牌的7个东西，买对的不买贵的。1. 窗帘，买窗帘不需要看品牌，其实说实话，买品牌窗帘就是在交智商税，因为大部分布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生产的，包括你们买的所谓的品牌窗帘，也都是拿回布料再挂上自己的品牌商标，高价卖给你而已。其实窗帘说穿了就是一块遮光布，只要选择好适合的布料和颜色就足够了。大部分家庭就选涤纶混纺的不挂灰，垂感好还抗皱，网购几十元1米，性价比极高。另外，颜色尽量选纯色，别选拼色或复杂的纹理，根据家里的主色调去搭配相近的颜色即可。小东建议，是布料就会有染色剂和甲醛，所以窗帘买回家先别着急挂，一定要先水洗一下，洗完最好再在阳光下晒一晒，可以促进有害物尽快挥发。2. 灯具，全网都在说灯具是暴利行业，一盏普通的水晶吊灯就敢卖你大几千，其中的利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。特别是品牌的灯具，所谓的品牌溢价都花在广告宣传和推广上了，而且还有不少品牌灯具都是贴牌产品。如果你还愿意为品牌买单，我只能佩服你，人傻钱多了。其实灯具最重要的是安全，所以选择时务必要认准 3C 安全认证标识，其次就是挑选自己中意的款式和颜值了。小东建议，灯具网购更划算，可以省去线下商家的仓储物流和人员成本，产地选择广东中山，质量有保障，价格省一半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中山古镇是全国最大的灯饰批发城，很大一部分线下经销商也是在这里拿货的。3. 水槽洗菜盆，可以说是家庭必备，市面上水槽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的都有，实话实说，除了几个进口的大品牌，剩下的国内品牌大部分都是代工生产的，多花钱买品牌纯属浪费钱。一般家庭选择 SUS304 不锈钢的，只要壁厚达到 1.2 毫米的完全够用。其次，表面选带拉丝工艺的，不怕磕碰更耐磨。小东建议，家里厨房小台面操作空间有限的话，选择大单水槽一定比普通双槽好用。其次，安装台下盆，无论颜值和实用性都比台上盆优秀。另外，台面厚度不够，谨慎选择台中盆，打磨台面过薄有掉落的风险。4. 全屋定制，
全屋定制看品牌还不如选好板材，毕竟板材才是环保和质量的关键因素。首先呢，大品牌和小工厂生产柜子的流程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需要采购板材、市面封边、五金等原材料，再回到工厂二次加工。其次呢，大品牌工厂只是比小工厂设备更好一点而已，区别仅在于封边和工艺细节上略有差异，可这些也并不影响柜子的使用。所以全屋定制没必要为大品牌的溢价买单，只要板材环保达标，五金是知名品牌，可以放心用。另外，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是关键，重要的是可以把你的需求和想法完全落地。小东建议，全屋定制既想省钱又想材料环保的话，可以自己买品牌板材，找木工加工柜体，然后找定制品牌商家定制柜门，价格至少省一半。关键还不输颜值，但前提是你得找一个靠谱的木工师傅。5. 集成吊顶。铝扣板吊顶一般用于厨房和卫生间的顶面，唯一的作用就是遮挡水电线管以及电器的排风管。老实讲，这个东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。其实品牌和杂牌的用料也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统一进料，然后自己加工喷码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线下的高端品牌，大部分店面都是同时做3个品牌，一个好品牌和2个杂牌，然后高低搭配着卖。选铝扣板主要看厚度达到国标 0.6 毫米以上的，其次表面选好擦洗的，适合大部分家庭。小东建议，铝扣板吊顶没必要多花钱，价格在80到1201平方的完全够用，把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集成电器才是关键。6. 墙纸、墙布。墙纸、墙布这类材料和窗帘商家基本类似，本身是不生产任何原材料的，品牌之间差别就是手艺好的铺贴工人，仅此而已。所以选品牌的性价比真心不高。另外，壁纸耐用性差，时间一长就容易翘边起皮，尤其不适合南方地区，环境相对潮湿，受潮容易发霉。因此，壁纸只适合预算有限的出租房或短期过渡的临时住所。壁布虽然上墙没有接缝，不担心起皮翘边问题，但缺点就是用久了不好清洗，时间一长就是细菌、螨虫、灰尘的聚集地。所以壁布不建议全屋大面积铺贴，作为房子背景墙，局部点缀还好。小东建议选墙纸、墙布，除了要关注材料本身是否环保，还要看上墙用的胶水和基膜是否也符合正规环保检测。基于这2点，建议你不如直接选各项指标都非常成熟的乳胶漆更划算。7. 瓷砖。瓷砖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，近些年你去逛建材市场的时候，不难发现80%品牌都标榜自己的广东砖，剩下20%还是进口品牌瓷砖，说明小部分杂牌瓷砖已经被行业洗牌淘汰了。所以选瓷砖真没必要非1、2线大品牌不选。其实很多3、4线的小品牌不但价格便宜，质量上也和1线大牌的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，而且很多大厂还是这些品牌的代工厂。因此选瓷砖只要挑选好喜欢的花色，平整度和硬度达到标准，不需要看品牌放心买。小东建议，瓷砖想省钱，墙面没必要用全瓷砖，可以用半瓷砖或瓷片代替，毕竟墙面砖基本不受力，差点的也没啥影响，只要买对花色即可。另外，选择地砖上墙的最费钱，地砖本身价格就不便宜，加上人工铺贴费，价格直接翻1倍。说在最后，装修是个无底洞，大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该节省的地方一定要节省，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无脑的去追求品牌，导致装修预算无限超支。如果还需要借钱负债装修，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做了半辈子的家电销售，告诉你7种不建议买的家电，花钱多还不实用。1. 不买激光电视。所谓的大屏激光电视，说白了就是个能发声的投影机，和传统的液晶电视相比，抗光性差，画质效果更是拉胯。激光电视的亮度低，是个致命的硬伤，还被聪明的厂商营销为更护眼。另外，画质的清晰度也不如液晶电视，几万元的激光电视还不是真 4K 分辨率，而现在的超高清画质的 4K 液晶电视价格已经非常实惠了，85英寸的5000元就能买到，98英寸的更是跌至15000、6000块。所以还有什么理由去选择激光电视？2. 不买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一体机，就是一台机器就实现了洗涤和烘干衣服的全流程，看着确实很实用，但是中低端价位的洗烘一体机多数都是冷凝式烘干，技术相对落后，干衣效果差，且耗时长。而高端的一体机虽然多数采用更先进的热泵烘干技术，但价格偏贵，容量还小，也不实用。所以
建议有烘干需求的家庭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。3. 不买多功能晾衣架。所谓的多功能晾衣架，就是在传统晾衣架增加了电动升级、加热烘干、大屏照明、紫外线杀菌等一系列的附加功能，价格则要卖到2-3千。说实话，这些附加功能里比较鸡肋的就是烘干和杀菌功能。加热烘干说白了就是向下吹热风，效果很差，通过紫外线灯杀菌除螨还不如太阳光照实际。所以家里有晾晒条件的就买个带电动升降功能的即可，如果有烘干需求，不如加点钱升级个干衣机更实用。4. 不买智能冰箱。所谓的智能冰箱，不过是在冰箱上搭载了一块可以连接 WiFi 的显示屏，和普通冰箱相比，增加了视频播放、智能菜单、语音助手、人身识别、体脂检测等等，功能真的是五花八门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些附加功能都是噱头大于实用，而且还会不断的增加冰箱的功耗，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为那些打着高科技口号的智障功能去买单。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，就选择做好食物保鲜和冷藏的基础款冰箱才实用。5. 不买水槽式洗碗机。所谓的水槽式洗碗机，就是洗碗机和水槽是一体式的。水槽式洗碗机的优势是更节省橱柜空间，而且能洗过梳，拿取碗筷不用弯腰。但和嵌入式洗碗机相比，缺点也很明显。首先，在洗涤和烘干技术上就不如嵌入式，而且大部分水槽式洗碗机还没有消杀除菌以及存放功能。其次，水槽式的容量普遍偏小，所以家里人口多、用水量大，建议选择燃气式热水器；人口少、用水少，就选择储水式电热水器，更安全。